接着上一期讲，当时我测这2个路由器网速都均不达标，尤其是这个路由器，我就拔了一下测个数而已，把它插回去后，没想到它就直接罢工了，导致四处都有人喊断网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别提了，当时想跑路的心都有了。好在搭上了我一条网线，它又正常了过来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我开始整理这些光猫的时候，反转又来了，我不小心碰了下这个路由器。我操，坏了！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这算是我搞坏的吗？大伙也看见了，有录像为证。小胡我可是啥都没干哦，是他自己想的，不关我事。难怪之前的师傅跑路，小胡我这下也要真的跑路了。这网络哪是给人修的哦？正当我要跑路的时候，路由器它又自己恢复正常了。好吧，这事就翻篇了。我接着讲我是怎么继续维修下去的。我当时很好奇，他们每个月8000多的宽带到底花到哪里去了？他们这几个光猫宽带费用加在一起也没有8000多啊。直到我注意旁边这个路由器，它的弯口的线是通到哪的？我一路顺着这条线来到了这边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这可是高级货哦，这种可是专门负责专线网络的设备。我问了一个电信朋友，这种专线100兆都要4500一个月，就这样的网络居然接到这个路由器上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这个路由器上面的2条线通到哪的呢？我目前也不知道，先不管了。至于他们网络卡顿如何解决，我还是先搞清楚机柜这些线是干嘛的吧。要是用传统方法找线的话，他是要找上几天才能把线理齐。别忘了，小胡我可是实战型选手。不过在我捋之前，大伙觉得理清这些线路难度分多少？1到10分，大伙这里打一下分。好了，先从白色路由开始，它这些弯口都是接这些光猫宽带的，然后它的烂口是把网络传到第一个交换机上的。我这里用电脑插上去，打算获取一下这白色路由器的后台地址是多少。步骤是电脑左下角右键选择运行，输入 cmd，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界面，然后输入 mperfect 这命令，这里就会出现这个白色的路由器后台地址，我们给它记下来。至于这交换机上面剩的线是干嘛的，我们先放在一边，然后就到这黑色路由器了，它这2个弯口也是分别接2条光猫的，然后这个烂口把网络传到第2个交换机上的。我用同样的方法获取到了这黑色路由器的后台地址，我这里也把这个地址给记下来。至于第2个交换机上面剩余的线是干嘛的，我目前也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大伙记得一点，唯独这个交换机上面的线都是蓝色的，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。大伙还记得上一期吗？弱电井的主线也是蓝色的，这个细节要记得。到了第3个交换机，上面的线我就真的凌乱了，我还真的找不到这线哪跟哪，那我就直接用电脑插上去，一样用刚才的方法查询一下它的 IP， 看看是哪个路由器给它提供的网络。我这里查询到了，它的网关是白色路由器的，那我就知道了，第3个交换机和第1个交换机是连在一起的，第2个交换机是由这个黑色路由器独立负责的。好了，重头戏来了，接下来就看我怎么快速捋清这3个交换机上面的全部的线吧。我目前处于4楼，我于是从5楼的弱电井开始吧。通过一看网线的颜色，这些灰色线大概率都是这一层每个房间的了，那这蓝色线应该是通向机房的。我现在给大伙验证一下，我猜的对不对？我把蓝色线给拔了，插在我电脑上，大伙看到没有？它是可以上网的。这条线被我拔了，那这一层20个房间的网络就全部断了。我把蓝色线插回去，然后查看一下后台 IP 地址，对比一下网关，我看一下这一层它是由哪个路由器提供的网络。这个过程大伙可以理解成 DNA 对比吧。我查询的结果是黑色路由器的网关，网线颜色对得上， IP 对得上，那这时候我就确定这蓝色线是插在机房的第2个交换机上的。我用同样的方法一路试了7楼、8楼、9楼，一路到18楼都是蓝色线，都是显示这个黑色路由器的后台。那这280个房间的线路一下子就被我摸清楚了，那就是这个黑色路由器把网络传到了第2个交换机，然后再由这些蓝色线把网络传出到5到18楼的弱电井，弱电井里面的交换机再把网络传出到各个房间。这下不得了了，感情这280个房间的网络全部靠这2个设备承担，这样不卡爆才怪呢。
那这些蓝色的网线连个标签都没有，我又是怎么搞清楚它是通向几楼的呢？这个就简单多了，我对着交换机的灯拍一张照片，然后我再去5楼把这蓝色的主线给拔了，回来再拿照片对比，看见哪个灯灭了，哪条就是5楼的线了。怎么样，简单吧？到时候我再给它打个标签就行了。搞清楚线路后，我输入 IP 进入了这个黑色路由器后台，情况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大伙看一下，物理连接设备有200多个，还有这个 CPU 使用率居然高达 99%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大伙看过我这期应该知道，当时这个路由器不管接什么网络进来，怎么测都是10兆的网络，就是它当时接入的设备太多了，导致路由器的性能大幅度下降，所以这就解释了这个1000兆路由器我上一期怎么测都跑不满100兆的原因。当时解决的方法是重启，但是这种情况我还真的不敢重启，我怕重启了它就再也开不了机了，那这个锅我就真的得背了。好了，5楼以上的线路和网络卡顿问题我已经知道原因了，接下来就要搞清楚这2个交换机的线路了。大伙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从5楼开始？说来也歪打正着，因为上一期白色路由器罢工的时候，1到4楼都有人喊断网，我就在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线路了。这个交换机都是灰色线，那很大概率它和其他弱电井一样是代表这一层每个房间的，因为这个机房就在4楼。剩下这个交换机嘛，5楼以上的全部已经被我排除了，4楼的也大概确定了，那都不用猜了，它是负责1到3楼的网络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进这个白色路由器后台，看看它卡的原因吧。有意思的是，我输入了后台地址，它直接拒绝我访问，看来这个路由器增加了端口号。我通过了其他手段查询到了它的端口号，然后我要在地址后面增加它的端口号才能进去。虽说进了后台，但是面对这密码拦着，我确实没有任何办法绕开它。我也试了下它的 console 口，可能是设备老旧的原因，我接上去愣是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又尝试通过后面的 VGA 口重置它密码试一试，可能是年代久远的缘故，屏幕显示一片空白。这个时候我只能通过 MAC 扫描方法，也可以知道这白色路由器到底负责了多少个设备。虽说不太准确，但是也能知道个大概。就这样少了是50个设备出来，倒也符合我的推算，因为1到3楼是接待台，摆酒席酒桌的地方，一般没有什么设备连接，只有4楼会多一点。好了，线路就这样大概全部搞清楚了，接下来就正式解决了。我拿一台企业路由器设置上网后，就开始把第2个交换机的大部分线插到了新的企业路由器上，这么做就是分担这个黑色路由器的工作量而已。接上去后，我再看一下这黑色路由器的后台 CPU， 相比之前明显降了很多，新的路由器也显示有100多个设备接入，相当于分担了它大半量的工作。网速肯定比之前明显好很多了，我再测一下网速，之前只能测到几十兆，现在测的话都能跑到300多兆了。不过这只是临时的缓解，我已经给了这个酒店做了整改方案，如果通过的话，没准还有续集。好了，下一期又是去包租公那边解决他的网信问题。